他受伤的一个点，就是没有想到曾经的那个群体的人会这样攻击他。他以前是特别绿的，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特别亲近的人捅你一刀。你觉得整个大陆的氛围整体来讲比较友善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台独呀，声音客观。我们乐见台湾的像这种的青年能够来到大陆，为什么他容易转变？他愿意接受新的事物。这次印尼这一支很明显，他已经直接点名打他的，像鸡排妹，半官方的力量开的直接点名号召人去攻击他。他留言说诅咒他死，我觉得很恐怖，已经魔障了。我不太清楚到底是网军还是真的就是台湾人。如果是真人的话，我觉得很可怕。支持民进党已经支持到就像一个邪教一样，只要你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你就该死的那种感觉，精神上的一种扼杀。就是他不像拿了个刀子捅了你，但是他会在你的心理上去捅。因为民进党执政这些年，其实两岸民间的交流已经减少了很多，推动两岸仇恨的那种手法。客观的看到一些事情的话，还是能互相理解。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然后我想说一下钟明轩那个事情，就作为一个大陆人的一个看法吧。好像他以前跟蓝营，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没有在台湾生活。说他以前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了一些台湾的一些人，所以当他现在就是被人出征了这个事情以后，其实就是蓝营的很多的朋友不太愿意去理解他，反而觉得他是咎由自取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旁观者吧，去看这个问题的话，会觉得我们乐见，就是说乐见台湾的像这种的青年，就是能够来到大陆。你看这些留言，你可以稍微给他们看一下。单从这件事情上，我以前我对他不了解，我就单从他发这个，就是他来我们这边，包括他就是前2天发的那个影片，他说的那句话，我觉得。首先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我觉得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逻辑思维比较清晰，他很知道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就是很多事情他是点到为止。长期在大陆里面，可能他不太知道就是岛内的这些新闻、这些媒体的这种情况下，看到他这样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翻过墙的或者出过国的一些朋友，能够见到这些就是国外的一些外网的一些新闻呀，可能看到这些的话，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还是能接受得了的。就像我刚开始出来翻墙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台湾的很多的留言，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慢慢跟你们交流以后，我也能慢慢理解，就是说，因为你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是那样，包括你们的教育、你们的媒体，然后你们有那种想法，其实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就是说，他做的这个事情有一点好处，就是可能有点像破冰吧。就是说，因为民进党执政这些年，其实两岸就是民间的交流已经减少了很多，推动那种两岸之间仇恨的那种手法。然后他做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以后呢，反而其实可以让两边更多的交流。你看，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是可以交流的，就哪怕我们的立场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说大家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到一些事情的话，其实还是能互相理解的。就是因为有了交流，哪怕有一些争执，历史刚开始我跟你接触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有争执，就是互相不理解的地方，你没办法理解我的行为，然后我也没办法去理解你的行为。但是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我们慢慢能够理解彼此。包括我刚才我跟龙哥聊天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感觉就我是个旁观人，我觉得就说你们都是台湾人，为什么要4分5裂的？就这个群体的人恨那个群体的人，然后那个群体的人又恨这个群体的人，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不是一件事儿，然后就感觉是你们好像这个事情以后就觉得他伤害了我，然后就感觉就是你们很不团结。那你看到周明轩被那些绿营的出征，因为其实这次绿营出征它的规格还蛮高的，比如说有议员啊，有像鸡排妹啊，就是像鸡排妹这个都已经是深入到民进党核心，他一度还要代表民进党参选立委嘛，就是他们是用半官方的力量，他只是可能没有像赖清德带头下来打，不过一般也不太可能赖清德这种等级下来打，但是他们就放任钟明轩这样子一直被出征到现在，出征到甚至这个像鸡排这种这公开的直接的点名，然后号召人去攻击他这样子，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很可怕呀，就是说我之前我在他的 YouTuber 上面看的，就是下面的留言还好，然后脸书上面也还好，然后我看了那个 IG 下面那个留言，简直太可怕了。我刚才我翻了一下看一下，有个人在他留言说诅咒他死，然后他回复了一下，我就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说已经上升到已经上高，就感觉就是已经魔障了，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太清楚他是到底是网军还是真的就是台湾人是那样说的，因为我也分不清楚。因为网络说你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真的是网军，但是如果是真人的话，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说，
他们支持民进党已经支持到一种就像一个邪教一样，只要你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你就该死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文革那种批判那种，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跟我意见不同，我就要批斗你。虽然说这种网络批斗不像大陆文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对呀，但是这种的话其实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折磨。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你因为这些网络上的攻击，你晚上能睡不着觉。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网络上的攻击，因为我没有生活在台湾，我真的说实话，我们大陆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因为没有生活在那种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真的是没有办法感受。但是我就想着，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在网络上去攻击一个人，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扼杀，就是他不像拿了个刀子捅了你，但是他会在你的心理上去捅你。他确实就是那种很绿的，或者说是那种偏激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就是给我的感觉，因为我对他不了解，就是他在影片里所有的那个表现，我觉得挺真实的，不是那种做作的。然后我就有兴趣去翻他以前的一些影片，我就发现其实他每个影片其实都差不多。当然，他之前发了一些，就是因为他没有来过大陆，然后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言论，然后我觉得从改变是他从他就是去了不同的国家，包括来大陆以后，他的一些想法，包括他那个状态，可以感觉就是影片里面可以感觉到他那个状态是有变化的。就是我们从大陆人角度说，我觉得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从小在台湾那种思想教育，包括媒体宣传，其实这就是一个产物，就是民进党的一个产物，他们不停的在给你们洗脑。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就是我从一个大陆人角度啊，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台湾人听到这个话不舒服，因为我是个大陆人，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他现在慢慢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自己在看就周明轩这件事情哦，他如果受到的压力越多，他的性格是 fight back， 就他反击的会越用力。他第一次被出征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他就是做自己，他也不管你们这些留言怎么样。可是这次印尼这一支片，很明显他已经直接点名打他的是谁了。我觉得他那个影片的状态，我感觉是他受伤的一个点，这是我感觉啊，就是他没有想到，就是他曾经的那个群体的人会这样攻击他，他感觉到很受伤。对，就像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特别亲近的人回来去捅你一刀。其实从他传的2个影片以后，我就想到了可能民进党要骂他，要抹黑他，也能说他之前做的一些他无知的一些行为吧，他也得付出代价，就是这样的。每个人其实都要为自己曾经无知的代价付出代价，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他该承受的。但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我其实挺希望更多的就是台湾的像他这种的年轻人吧，能够来我们这里多了解我们。我觉得只有互相了解了以后，就是我们之间的那些误会还有误解才能解开，也能互相的彼此的理解。在国台办的回应周明轩这件事，他们是有特别去回应的。那你觉得为什么官方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我有私讯给周明轩，我有给他说这个事情，我说对于大陆来说，其实这是一件小事，只是因为在大陆的网站上，他这个已经上榜了，在抖音上已经上榜了，热议的比较厉害，所以他去回应一下。其实对于我们大陆来说，包括我们的政府，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就是说不尊重别人，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忙，是不值得我们去花心思去做什么舆论战呀，或者打个舆论战呀，或者是做个宣传。我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个，有一个台湾人留言说，哦，你说骂钟明轩说，哦，你这样做就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免费的宣传啊。帮中共宣传是这样说的嘛？我就觉得特别可笑。其实我们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就是他以前是特别绿的，然后这个转变的话，也会给大家产生一种好奇心吧。我特别好奇的是，我想看看他这个转变到最后转变到什么程度，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蛮好奇的。你觉得整个大陆的氛围，你刚才说是整体来讲比较友善的，是纯粹是因为他去说出他本来是个绿，就是挺绿的人，然后投蔡英文的人？我觉得是因为客观，就是说他没有，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台独呀。你以为那些人都不知道？其实那些在那个抖音上的人，他们有的人都留言说了，我刚去那个UT 去看过了，他整个留言，他说还算客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有一些留言也会说，哎，他不男不女的，有这样说的，但是那是小部分的，说他还是个台独，没有必要，就是留岛不留人，也有这样说。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还是就是抱有一个比较欢迎的态度，希望你们能够多了解我们，人都是需要成长的。
都是有转变的，不可能一个人他一辈子都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他这么年轻，为什么他容易转变？因为他年轻呀，他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在台湾比较就是比较老的那些台湾人，就上了年纪了，他那个几十年的思想已经固化了，他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他觉得如果说你去推翻他以前的一些认知的话，他会觉得很痛苦。但是钟明轩像这样年轻人不一样的，因为他对未来或者说对一些未知的事情，他还是有好奇心的，他愿意做出一些改变，所以他的想法肯定会被重塑的。一些深红的大 V，或者是我们称为那种比较激进的小粉红，对被绿营这样哥布林集体霸凌出征，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跟表态？基本上就是不讨厌他，最起码他是比较客观的。我看到的，我肯定是不可能支持台独的。我觉得就是说那是人家自己的选择，你们不要去勉强别人，你也不要去改变别人，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我觉得你就尊重吧，最起码我觉得他对我们也是挺尊重的，没有说去抹黑我们，只是说了个客观事实，我觉得 OK 我就能接受。但如果我接受不了的是，我觉得特别恶心的，我觉得特别没有档次的，就是说你来骂我们，无非就是那几句，你们没有自由，你们独裁，然后你们是支那，巴拉巴拉，就这几句话没有了，我就觉得特别没有档次，然后就一直在抹黑，我就不想理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钟明轩他就是很客观的说了一个事实，然后他也表明他自己态度，我就是个台独。我觉得像这种人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还挺佩服他，他最起码说出来，老子就是台独，但是我也喜欢你们，我也不装。